今天推出 GPT-4，原本只是想说尝试用看看，但在这次看到这个结果之后，我不小心骂了一声脏话。嗨，大家好，我是大家身边一定都有的某个 Kevin。原本我只是想做从零开始新技能这个系列，但因为这次的过程实在太快了，根本不能算是学习，所以我直接变成 GPT-4 使用心得。虽然不是这部影片想要讲的重点，我还是快速先说一下 GPT-4 的新特性。大家应该都知道，原本旧的 ChatGPT 是所谓 GPT 3.5， 原本就已经很强了。那相信常用 ChatGPT 的人应该都知道 3.5 有缺点，就是第一个不能接受比较长的讯息。如果用 GPT 3.5 API 上限是4096个 token， 但今天推出的 GPT-4 最高可以接收约32000多个 token， 大概是8倍的提升。然后像以前 GPT 3.5 开启一个新的聊天，你可以要求他专注在某一件事情上面，比方说角色扮演，或者说你要他当作是一个写code的专家，某某code的专家等等的。但是如果在ChatGPT 上面用的话，你会发现常常对话多一点，他就会忘记前面在讲什么，然后就开始胡言乱语。那这个情形在 GPT-4 已经大幅优化，以我目前的测试，至少我还没看到他忘记。然后而且它除了更聪明更准确的提升了之外，那未来还会开放跟图片交互。比方说这次的发表演示里面，让我看到一个最震惊的演示，就是它让 GPT-4 看一个用笔画出来的草稿，那上面是一个网页的 sample 这样子，那 GPT-4 就依据这个草稿把它写成了网页代码。那实际上有没有那么神奇我还不知道，因为现在还没开放。那价格的部分GPT-4 每1000 token 花费是 0.03 美元，那比达芬奇模型的 0.02 美元还要贵 50%。 但如果你能用上需要 GTP 处理的复杂任务的话，我相信 GPT-4 是不会让你失望的。那目前 GPT-4 也可以在ChatGPT Plus 中先使用，只要在上方选单中选 GPT-4 模型就可以了。然后来到今天的主题，就是首先我原本只是在看前几天瞄到的一部影片，那时候因为看这部影片好像有教说怎么样批量在Google 试算表里面调用 GPT API， 但因为我前一部影片还没做完，所以一直存着没有看。但昨天我把前一部影片发出去之后，我今天早上看到 GPT-4 发布。那因为我本来也有买 ChatGPT Plus， 然后我就想说，那我来研究看看这个好了，如果不会的话还可以顺便问问看 GPT-4。 然后至于那个 API 金要怎么样建立或者是拿取的话，可以参考 Michael 维克频道的这部影片，我这边就不多做说明了。那这部影片是在教就是如何用 Excel 调用比较旧的达芬奇 API， 连结我会放在说明栏，有兴趣可以看它的影片。好，那回到刚刚说的在 Google 试算表里面批量调用 GPT API 的这个教学影片。我原本想像上部影片一样，就是直接使用复制程式码大法，但没想到这个影片的作者虽然有在说明栏提供程式码连结，但他没有把那个程式码连结对外公开，所以看不到，让人有看君一连结如看一连结的 feel。 但随后我就把影片解析度开到最大，然后截图，然后接着用 Mac 内建的功能复制图片里面的文字。这个功能也许有些人不知道，我忘记它是什么版本之后开始有，但总之比较新的 macOS 版本就会内建这个功能。然后影片档中的文字也可以用这个功能复制。不过这个复制文字功能常常会出错，我原本只是想先丢给 GPT-4 直接帮我看，不过这时候 ChatGPT 好像稍微宕机，所以我把代码先复制到 Google Apps Store 里面，然后那边看对照那个图片，然后先修正代码，然后到代码修正到差不多我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但 Google Apps 上面还是显示错误，
那我就想说，我就回去看 ChatGPT， 那这时候已经可以使用了，所以我就贴给 ChatGPT， 然后选择使用 GPT-4 的模型问它。那 GPT-4 执行起来比较慢，但是它回答一串代码，那我就尝试直接复制那一段代码。然后这边的话，我又犯了跟上部影片一样的错，就是忘记替换自己的 API key。那大家不要像我一样笨。然后这次的金钥我就懒得打马赛克，因为上马赛克好麻烦。那这个金钥在影片发布前我就会删除，所以大家也不用试了。然后在输入金钥后，这时候执行显示第13行错误，我比较一下第13行，然后好像只是字母大小写不一样，所以我这边改了一下再执行。然后这边我还误以为就是网址是 Open API， 然后我顺手改了一下再执行。然后这次执行的时候显示的是 DNS 错误，然后我就想说，我拿昨天影片里面的连结跟这边的连结来比较看看，然后我发现这边的错误除了刚刚我自己手贱改错，其实不是 Open API 是 Open AI 没错，然后还有.com后面的字是 VE 而不是 VL， 对，那辨识错误，然后所以我这边改了一下就再次执行，然后还是错误，但是这次的错误我就看不懂，但我很懒，我就直接把代码跟错误贴给 GPT-4 看，然后他回应我说是模型名称错了，然后我看他是叫我把达芬C1003改成达芬奇002，那数字的部分我觉得003应该是比较新的模型没错，但我这边发现旧的代码就是达芬奇拼错了，达芬奇它拼成达芬 C1， 所以我就把它修改后再执行。那这次回到 Google 试算表，函数就正常运作了。那原本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都还蛮淡定，没有骂脏话。但我继续想说 GPT-4 的 API 现在是申请制，我还没有申请到。但我是不是可以先改用 GPT 3.5 Turbo 的模型来用刚刚的这个函数呢？那有看过我上部影片应该知道我很懒，所以我想说我干脆直接找官网的范例给 GPT-4 看好了，试试看它可不可以改这样子。我原本是没有抱任何期待，因为我给的范例不是 Python 范例，我自己都看不懂，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那我就想说先给 GPT-4 先看这个我不知道什么的语言，也试试看它的能耐。然后就在我把 GPT-4 马上给出来的这个代码改名执行之后，没想到就一次成功了，然后我就在这个时候不小心骂了一声脏话。从一开始学到这时候完成这件事情前后不到1小时，然后而且中间绝大多数的时间是因为我没有源代码，我只是在修复那个 Mac 辨识代码的这个问题。那这次的这个状况真的非常让我讶异哦。那这次修复后的完整代码会放在说明栏，有兴趣的人可以直接 copy 去使用。最后面的内容大致上就是我用函数的方式来实现可以参照储存格里面的值来输入要用的模型或问题。这边要注意的是应该是储存格位置如果有异动的话Google Sheet 就会调用一次 API。那如果你整页都是这样的函数的话，那你就会很浪费掉 token。所以如果你是在测试的话，就是注意一下，不要一次复制太多这个函数，否则会很浪费 token。最后测试翻译的结果的话，就是跟上一部影片一样 ，GPT 3.5 Turbo 比达芬奇模型优秀多了。但这个重点其实变成是 GPT-4 让我太讶异了。然后我之后其实有拿一样的代码的问题拿去问旧的 GPT 3.5 模型，但 GPT 3.5 的代码会出错，然后而且即使它的错误讯息我丢给他，他也不会修正。然后我就懒得继续测了，因为 ChatGPT 4实在是太优秀了，以后比较困难的任务就交给他吧。
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尝试用 GPT-4 来跟自己的程式码去做改进。我相信 GPT-4 接下来一定会让大家看到更多像魔法一样的效果。这次的 GPT-4 的表现我真的很有感触，所以就马上做成影片给大家分享。这次影片应该比较粗糙，请大家见谅。那如果你喜欢这类影片，请按赞订阅，或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你的问题或看法。拜拜。